大家好，我是竹君律师。各界纷传职场霸凌，但到底什么是霸凌？又该如何面对霸凌？那如果你是老板，如果你不处理职场霸凌的话，会有什么责任呢？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是职场霸凌该怎么办。我们先讲一下劳动力发展署近期的纷争好了。2024年的11月4号，行政院联合办公大楼呢，经传一名吴姓公务员在办公室自杀了。那这名公务员经调查呢，他就是劳动力发展署北基宜花金马分署的派驻人员。那轻生案件爆发之后呢，社群软体上面就开始有疑似这个公务员的同事出来爆料说，为什么这个公务员他会轻生呢？就是因为吴姓男子呢，他每天早上6点就要上班了，可是他下午4点半下班没有错，但这是他的打卡记录。其实他打卡后，他还是继续加班，所以他每天工时好像长达15个小时。生前呢，这个吴姓男子被他的主管要求要处理不是他部门的案件，而且处理这些案件还每天都被主管骂，会被要求在很短的期限去做完这些事情等等的，等于说他压力太大了，然后工时又太长，所以才会导致他决定要离开这个人世。那案发当天呢，吴姓男子的家人接到讯息之后有来要找他的，可是却被保全挡在门外，就是不让他们进来，其实蛮残忍的。医护人员到了之后，遗体一定要先送离这个办公的场所。过程中呢，第一他们想搭乘长官专属的电梯，却被认为说这样会吓到长官。然后甚至也不准说盖白布，因为这样也会吓到其他人。他好像要把它掩饰成可能昏倒或者是什么，只是生病就要送礼，就是不要惊动到大家那种感觉。那事后呢，劳动部的长官甚至把同仁聚集起来，本来大家同仁可能是以为说安抚一下同仁，结果没有想到是要大家说你们不准到外面去以讹传讹。我记得他原话是这样讲，不准去外面乱传这些事情。李宇翔议员呢，在自己的脸书上也有发表说自己接获大量的陈情，那他们就是指称这个吴姓男子的长官就是所谓的谢宜蓉女士，她是这个分署的署长，在担任分署长的期间，她就时常对所有的同仁都有所谓的言语霸凌啊、辱骂啊、情绪暴冲等等的情形。甚至有些新闻报道有写到，就是说如果同仁去上厕所没有带手机，或者是他在办公室里喊的时候没有立刻出现，那你就完蛋了，他就会暴怒，然后公文写错也会被摔公文啊。所以他112年间短短7个月就有10名员工自请离职啊。那因为爆料就是不断嘛，所以劳动部就组成一个调查小组，调查有没有职场霸凌的状况。在今年的11月19号呢，他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那调查报告其实有蛮多点，但我就抓几个重点出来说就好了。首先他说了，北分署的这个吴姓同仁他会离开，只是因为说他单独从事这个资讯工作，工作量过于庞大，压力过大，然后没有适当的协助，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分署长虽然他有一点点情绪控管不当，但是他不是这个同仁离开的直接原因。所以他觉得分署长只要负起所谓的行政责任，也就是说这个死不是你造成的，但因为你是管理大家的人嘛，你都要有一点好像引咎辞职那种感觉。他还是把他调离了啦，降为非主管职。但这份报告书出来的前几天呢，有一个录音档曝光了。那个录音档里面呢，就是谢宜蓉女士在平常开会期间，就是辱骂员工，然后要求员工说你们应该要24小时待命，然后什么假日要回讯息。这个过程感觉只是一个就是比较苛刻的老板，可是你去听他那个录音档，会发现他的情绪会突然非常很高昂，然后非常生气，辱骂。所以其实可以想象，你跟他在一起工作，一定压力非常大。所以在民众听到这个录音档，结果隔几天看到你劳动部的调查结果是说，并不是这个谢宜蓉女士造成吴姓同仁的离开，所以民怨就沸腾了。那这大概就是劳动部近期的纷争。根据劳动部公告的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就是内部的一个指引书。
他其实有讲到职场霸凌的行为，包括暴行、伤害、肢体攻击、胁迫或名誉毁损、侮辱、辱骂，或者是过度介入员工私人事宜、侵害隐私的部分，强求员工去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或不必要的工作，这些行为都在职场霸凌当中。可是依照法院的判决呢，职场霸凌它其实是有一些要件的。第一，它要利用权力的滥用或者是不公平的处罚，所以它其实是要有个上对下的。而且它必须要是持续性的，如果只是一次两次，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东西的话，也不能算职场霸凌。所以主管如果只是一次两次的训斥，那真的你有做错事的情况，其实不能变成职场霸凌。这个是职场霸凌的定义。他老实讲，他不好证明啊。那劳动力发展署这个案子可能相对好一点，是因为这个主管他就是平均的霸凌每一个同事，他并没有只专挑某一位，所以他常态性对每一个人这样的话，其实证人上其实应该是会蛮充裕的。所以如果他只针对一个人，老实说，职场霸凌真的不好证明。职场霸凌它会不会构成犯罪呢？刑事方面，它可能有的责任就是所谓的刑法277条伤害罪，伤害他人的身体或者是健康，就是他的行为让你变成忧郁症，这件事情是有伤害罪的构成的可能性的。可是你不好去证明嘛，你要怎么证明说他的行为造成了你的忧郁症？那其他可以用的或许还有强制罪，你强制或胁迫他人去做他无义务的事情，或妨害他人行使权利。那公然侮辱或者是诽谤，这些都是可能会构成的刑事犯罪。那另外就是民事方面，民事方面就会有所谓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如果他的行为侵害到你的权利，那你可以跟他要求损害赔偿。因为是职场，他很容易会变成是负责人，就是那个公司的老板，他也需要一起赔偿。这个我们有讲过嘛，就像妈妈嘴案件一样。那说到老板的责任呢，老板除了有可能会要一起民事赔偿之外呢，职安法是有要求老板有义务要让你员工免于遭受主管或同事或者是你的客户身体或精神上的不法侵害。如果你有违反，就是你没有去做适当的防范或者是申诉管道的话，其实会有个3到15万的罚锾。那这样老板不是很衰吗？对，他当然因为你是老板嘛，所以你的责任就比较大，那你一定要想办法保护自己，所以你该有的工作规则、该有的预防、该有的申诉管道，其实我都建议你们事先要去咨询律师去做建立。不仅是发生事情之后，你可以去免于说被主管机关追究你的责任。其实如果你的管道是畅通的，你也比较容易听到员工的心声，了解到员工的心声，那很多事情其实真的是可以事先预防的嘛。那面对在霸凌别人的员工呢，老板是有机会利用劳基法第11条或第12条去资遣这一位员工的。那如果你是走第12条去资遣的话，甚至你不用给他资遣费啊。那如果他真的这么就是讲不听的话，他就是要欺负其他同事的话，你当然是请他走嘛。那个报道有说什么谢宜龙被追究渎职，为什么？对，有一个报道是说谢宜龙他被检察官在调查的是所谓的渎职。那渎职它其实是一个罪章啦，它底下有好多条罪名，就是包括说公务员在职务上有收受不法利益，或者是你收受不法利益后去做违背职务的行为，你滥权羁押、逮捕啊、泄密等等，它都算是渎职。那其中有一个比较有特别的，就是他说，公务员如果你是假借职务上的权利、机会或方法去犯本章以外其他各罪，也就是说你利用你职务上的权利去伤害别人的话，其实也会有在渎职范围内。所以我推测而已，检察官可能是认为谢宜龙有利用职务的权利去伤害或强制这个无姓员工做一些他没有义务的事情。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劳动部它其实有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做了一个调查报告嘛，那这个调查报告大家认为是偏颇的啦，我还不能讲它确定是怎样，所以有些人其实有质疑说谢宜龙的背景很硬，是不是有什么力量或有什么行贿的方式去要求调查小组或去贿赂调查小组说不可以写不好的报告，所以也有可能是这样，但目前都没有很全面，所以还不能很确定说到底为什么他会调查他渎职。
那如果我遇到职场霸凌，应该要怎么办？首先就是你要先确定这个是职场霸凌，另外就是一定要搜证，你要保存所有的录音文件或信件。那如果你没有办法保存，至少你记录一下你被霸凌的过程。你的事实越全面越详细，你也越容易取信于检察官或法官嘛。那如果真的没有证据，或证据都在主管那边的话，其实可以考虑请律师帮你做所谓的证据保全的申请。还是先跟大家讲，可以先利用内部管道啦。其实员工很多的心声就是说，我虽然被欺负了，我也是很需要这份工作啊，我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大家都告到法院上，所以你还是要先利用内部管道。如果你在公家机关，那不用说，他们一定得有申诉管道。那有没有用是有没有用的问题，但他一定得有申诉管道。那如果是私人公司的话，我们刚刚也讲了，其实雇主有义务要去建立所谓的申诉管道。那你申诉之后，结果不如你意，你再来考虑说要不要往外，就是找法院、找检察官去做其他的提告。其实，即便是劳权意识现在是非常抬头的情况下，但我觉得啦，在看这么多，还是觉得劳动阶级他就算不是绝对弱势，他也是一个相对弱势。所以，如果你是老板的话，还是要多体谅员工的辛劳。那你建立管道，其实不只是保护员工，也是保护自己。你不想出事之后还被罚嘛，对不对？你也不想像妈妈嘴一样需要赔600万啊。那如果你是员工的话，遇到这件事情真的只能冷静处理，冷静去搜证，因为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可以及时的帮到你。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关于职场霸凌，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或想讨论的，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我是朱军律师，我们下次再见。